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我们俩又一起直播了。对，今天的话是我们要讲一下朱雀3的发射。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俩已经对了好多次了，说要发了要发了，然后又不发了不发了，然后最后还是发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今天中午呢，他们还是发射了，到目前为止呢，应该是已经宣布成功了吧，算是热烈庆祝。蓝箭航天朱雀3啊，这个已经算是庆祝了啊。那么，所以大的基调就是这样定下来了。那么，请土拨鼠给我们讲一讲，首先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不是，这不叫大的基调。现在网上基本上的说法，实际上包括央视说的都是入轨是成功的，然后呢，这个一子级回收是失败的，基本上是大致是这么一个说法。总的来讲，朱雀3的这次发射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大家可能也都有印象。突然，大概在27号、28号，突然网上就可以疯传说朱雀3号火箭要在这个11月29号发射，然后到了29号发射那天，又说发射临时取消了，然后又有消息说是要在12月1号发射，后来到了12月1号发射那天又取消了，然后声明是不可抗力，对吧？结果呢，再到后来。大概到昨天12月2号的时候，就网上又有消息说，朱雀3号可能在12月3号发射，然后今天就发射了，这又是一股不可抗力，就是不可抗力的作用，最后作用的大致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是等于前期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这个本身这个发射这一块，我之所以今天要拉着老范来赶紧做这期直播呢。是因为现在网上，我等于就是说，对于普通的这些观众啊什么的，或者说网上这些人都在说朱雀3号这次首飞，它是入轨成功，然后一级回收失败。这么说当然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么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最后毕竟是，相当于是一子级最后回收的时候炸了嘛，这应该就是一子级的画面，待会儿咱们再聊啊。但是。其实你要知道，蓝箭此前是没有做过任何一子级回收实验的。它本身做到这一次，让我一个航天人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这次这个朱雀3号火箭的发射，它第一次测试这种入轨级的发射，然后一子级从太空，它的虽然分离的高度可能是60公里、70公里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是1、2级分离之后，一级会依靠惯性继续飞，一直飞越卡门线，飞到距离地球100公里以上，然后它还要做一个空中转身，翻个个，因为它要回到发射点附近的着陆场去。它和你比方说一般我们发射星链卫星，或者是像蓝色起源的那个新格伦火箭的第2次飞行实验的时候不一样。那时比如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2飞的时候，1、2级分离之后，它的分离后的一级想要落回到地面，然后来回收，它是怎么做呢？飞行的运动方向保持不变，只是把火箭的姿态，看我这杆笔啊，这么转一下，由原来的火箭的这个一级的头部向前，转换成头部向后，尾部向前。转换成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继续保持原来的运动方向落到海面上。这是新格伦火箭2飞的时候的火箭飞行姿态，而蓝箭的这个飞行姿态是你这1、2级分离之后，一级要在空中做一个翻转，整个再倒着飞回去。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啊？从飞行姿态上来看，蓝箭这次要做这个动作，然后再飞回去，这个难度首先应该是比新格伦火箭落下去的要大的，难度要大的。而且呢，这次蓝箭的这次朱雀3的首飞，1、2级分离之后，那么它要进行
这个3次载入点火，你像新格伦火箭就2次载入点火就完了。009火箭发射星链卫星的时候也是落在海上的，它也不用做这个空中翻转，所以它也是2次点火，着陆前2次点火就完了。而如果我用009火箭发射，比方说别的载荷，然后呢，希望这个一子级返回的不是海上的着陆船、回收船，而是地面。比方说，在这个佛罗里达州，它的那个009号火箭发射场旁边就有一个它的 Z1着陆场。如果要是返回着陆场的时候，整个的这个009号火箭一子级的飞行轨迹就和这次的朱雀3的飞行轨迹是类似的，它也要做一个 boost back， 也要在空中做一个翻转，然后飞回到发射场附近的着陆场。要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本身朱雀3这次的一子级回收这个难度就是要高于，我就是说从姿态控制这一块来讲的难度是要高于新格伦火箭的难度的，它有这个 boost back burn， 而新格伦火箭不需要，它只要做这个inter burn， 就进入大气层内 inter burn 就完了。然后朱雀3一子级做完这个 boost back burn 以后，还要再进行这个 interburn， 就进入大气层的。它完成了这个空中转身之后，然后它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还要再做一次点火。做完这2次点火以后，那么它才会飞到这个着陆区附近，然后进行着陆。现在拍到的大家看到的视频，就是很可能就是朱雀3号火箭在最后落入着陆场之前的这段视频。那么在即将降落到地面的时候，大概距地几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朱雀3号的一子级会进行一个这个叫做这个 landing burn， 就着陆点火，然后呢落下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这个 landing burn 进行的是不是特别好，对吧？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什么？火箭发射了，是吧？1、2级分离了，然后最后这个一子级又飞回到着陆区附近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它分离后，第一个一子级的这个 boost back burn 基本上是正常的，很可能是进行的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这个 interburn 进入大气层的这个 interburn 进行的也是相当不错的，问题就是出在了最后的这个 landing burn。所以你如果要是按照纯技术的角度来讲，那你前2个最少大略上、大致功能上你是基本都实现了的。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说它这次虽然一子级没有最后成功落到地上，然后没受损坏等等的这类的，但是如果我从技术细节上来分析，它这次的一子级应该已经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特别是蓝箭。我一直反复在说，这种火箭回收实验要做这种蚂蚱跳实验，叫 VTVL， 而这个蚂蚱跳一般分成米级的、几百米级的，然后公里级的，然后10公里级的，然后70公里到100公里级的这样的蚂蚱跳实验。而这次朱雀3号火箭，我们只知道在去年的9月12号，朱雀3号火箭的一子级进行了一次10公里级的蚂蚱跳实验。但是它没有进行过70公里或者100公里级的这个蚂蚱跳实验，它就直接把一子级的这个就等于蚂蚱跳实验和入轨实验结合在一起，直接做了这么一次这个朱雀3号的首飞。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这就是明显的是在跨越式发展，这是真正的跨越式发展。这才是真正的跨越式发展，其他的那个都很多都不算，这是真正的跨越式发展。那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它就会大大加速你的这个可回收火箭的研制历程，会缩短它的研制周期。你像马斯克做了那么多实验，我现在知道，哎，有些步我可以跳步了，有些步我可以跳步走了，不光是对蓝箭一家。对所有的这些准备研制可回收火箭的企业来讲，这都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信息，就是我可以跳步，不是不可以，只要我的分析充分了，我是可以跳步走的，这才是它真正的一个特别大的意义。所以总的来讲，朱雀3号这次发射应该是在今天上
中午12点左右发射的。然后按照它整个这个飞行时序，我们看啊，就是起飞是0秒，然后到2分9秒，就129秒的时候，1级发动机就关机了。这个关机的时间比009号火箭的一子级关机时间要早，009号火箭一般是要到2分半钟左右吧，就差别是150秒，而这个朱雀3是129秒。我在今天上午的那期直播里也给大家做分析了，就是009号火箭和这个朱雀3号火箭从正常起飞的话，它的推重比是差不太多的。如果我们假设1、2级火箭的分离高度都是在60到70公里高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一级发动机关机的时间，1、2级分离的时间应该也大致差不多。但是这次朱雀3号火箭的它这个一级发动机关机和1、2级分离的时间明显提前，说明它这次载荷可能不大。所以仅从这次发射而言，朱雀3火箭它的这个推重比可能是比较高的，这次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时间，1、2级分离的时间要比009早。然后从这个火箭载入这个时间来看，和009号火箭的这个返回发射区啊什么的就非常非常类似了。然后所经历的这个点火也一样，你看371秒的时候，一级发动机的这个载入点火，然后这还有一个着陆点火，对。这可能它这时序可能不全，应该还有一个 boost back burn， 它把那个 boost back burn 给去掉了。boost back burn 我在另一张飞行时序图上，我看一下啊，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列时间，但是它也有一个 boost back burn， 基本上是这样。那老范，你先说一下，我找找刚才另一个飞行时序，好吧 ？OK，是。那么现在的话，我看到也有很多人在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说这一次实验跟新格伦比起来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比新格伦强啊？刚才土拨鼠已经讲了，说这个确实是要比新格伦要难一些啊。然后呢，最后落地这一部分呢，按刚才这个视频看，最后这一段没有感觉到落地点火了以后的这种减速，因为新格伦火箭在落地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它会停在这个船大概几米远的地方，然后再飘过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次的话就是直不楞登砰嚓就下来了，而且这个距离的话，可以大家瞅这个就是中间这个圆靶子对吧？它就基本上落在靶子旁边的这么一个距离。按道理说应该是老范，我插你一句，这个他最后的这个说没有悬停什么的，这个因为他失败了嘛，要有悬停就正常了，这个不用说，他最后这个是失败了，这个就不用往下多说。是，但是这个位置呢还是比较近的哈，就是中间这个圆圈是个靶子的话，它还是比较近的。对。基本上这样，我现在也一时找不到那个 boost back burn 的那个时序，带 boost back burn 的时序，但是它肯定是要有一个 boost back burn， 因为它分离了以后，它的这个一子级要在空中做一个后空翻动作，要做一个后空翻，就是实际上这个 ASPT 给的这个飞行时序应该还是不全的，大致是这样子。是。那么这一次的话，这个已经算是在大踏步的跨越的基础上吧，算是有一个还不错的结果。在我看来是非常不错了。就从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首先它这次一子级返回的难度啊，是要高于这个新格伦火箭的2飞的时候的一子级返回的难度的，因为它要做一个后空翻。然后呢，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它的这个inter burn 应该也是基本正常的。而新格伦火箭在它首飞它的，我们都知道它的火箭的这个一子级回收没有成功，但是在这个新格伦火箭首飞的时候，实际上它1、2级分离后，一子级应该是成功的进行了这个inter burn，
这个执行了这个动作，就是在入大气层的时候，一子级的发动机是成功点火了，但点火后不久，那就失联了。这个一子级就和地面失联了，而这次朱雀3火箭尽管现在没有任何公开的信息啊，没有任何公布出来的，我们只能从网上查到一些非常碎片化的信息。但是就凭刚才他这个在这着陆区附近看到一子级飞回来了，然后另外凭这张图，它最后落点和这个预计的着陆点偏差并不是很大。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飞行过程还是可以的，进行的还是相当可以的。所以它最后的失败，尽管现在没有分析出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还是发动机在点火呀什么这类问题上可能出现了故障，但其他的那些测试方面进行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才说这次真的是实现了一次跨越式的发展。航天就是这样，它肯定有问题，发现了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完了。那你现在的我其他的那些测试，很多测试我已经做到了。就我怕的是什么？你比如啊，最怕的是什么？就 boost backbone 1、2级刚分离，我想空中翻转那点火就没成功，对吧？然后后面的实验我都做不了了，我拿不到数据，我即便解决了 boost backbone， 我让它点火了，我也不知道后面的飞行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有问题，还得再解决。但是现在来看到的，就是我的 boost backbone 很可能进行的没有大问题，然后这个 interbone 进行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而只是到最后这个 landing burn 的这一段，那我到时候集中精力放在这儿就行了。是，这个还是迈了很大的一步。那么下面的话，它就是再接着试呗，反正再飞个1次2次，就有可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回收火箭立在地上。对，这个如果要是这次就能做到这样的程度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可能再用不了几次发射，快的话可能1、2次发射，有可能就能够让这个火箭回收了，就一子级就回收了。但是我强调一句啊，回收和复用还有差距呢啊，大家不要一看到回收和复用也是有差距的。对，我们因为也前面讲这个辛格伦的时候也讲过啊，说这个马斯克从回收到复用也是用了好多年的，不是说这边回收了那边就可以复用的。对，回收到，但是这就是等于一个人成长过程的一堆坎儿，你反正你要走，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像蓝箭这次的这个走的真的是相当惊人的快。我觉得他目前走的这个速度，最少咱们可以拿辛格伦火箭来跟他比一比，就基本上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像马斯克的 SpaceX，人家等于经过的实验和收集的数据要丰富的一塌糊涂了。那没办法，他是第一个，他是这个肯定所有的都是这样的。第一个，相当于你他相当于是原来是一片荒山，马斯克已经开出了说一条路，对，然后这条路上，尽管马斯克开完这山以后，这路上可能马斯克前面的路都是顺溜的，后面的那些人可能觉得还是杂草丛生，但是你和前面的那种开路者，那没法比，那是绝对没法比的。对，那么这个咱们要不要稍微的讲一讲，说为什么说发射不发射、发射不发射这个事儿来回拉抽屉？因为我看到，一直到昨天，其实网上一堆人还在那儿猜呢，说到底是遇到啥叫不可抗力啊？是天气啊，还是什么样的？还是它这个比如说设备啊，还是什么其他的情况？所谓不可抗力，我觉得其实就是跟你懂的呀什么的那类话术，其实是话术是同一个话术。就是如果要是天气，你觉得人家用表述成不可抗力吗？我就告诉你是天气又怎么了，是吧？所谓不可抗力就是不可抗力，还要搞没法连说都没法说。对呀，这压根没法说。而且这一次的话，他等于没有进行直播是吧？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官方直播。
对啊，这也是某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啊。就是是说了你们玻璃心碎一地，别了，不让你们碎了。是，好吧，嗯。对，我看刚才还有人在问，是不是如果着陆场啊往前挪个300公里，就不需要在上头翻跟头了？猎鹰9号火箭的基本上是它的这个发射以后，最后如果不回收的话，它的落点和它的新格伦火箭嘛，我们以新格伦火箭举例吧。新格伦嗯，火箭从发射点到它的落点不翻跟头的话，大概600-700公里，你一个300公里恐怕不够，这还和你的轨道什么的有关，你发是，的不同的轨道也不一样。嗯，从酒泉要在一个600-700公里，估计都是人口稠密去了。就哦，人口相对就很稠密了，是不是合适？是，而且意义也不大。你移过去了，嗯，我到时候怎么运过去什么的，意义都不大，还是让它飞回去就完了。是是是。所以如果我们想在船上发收的话，就可能要弄到海南去发去。对，就在海南上发就行，就在海南嗯，发就可以。蓝箭也准备在海南建那个发射工位了，这是，个不是问题。现在这些民营航天企业基本都会在海南建发射工位。嗯。是，那么这一次发射的话，应该就是跟航天部最新成立的叫商业航天局，可能是在后边使了力气了，也对，我算是觉给商业航得天局一个开门红吧。对，不，我觉得今天的这次能够发射商业航天局，就肯定商业航天司，它是叫商不业航天司是航天部，是航天局。中国航天局下面成立了一个商业航天司，这个航天是，司在11月29号公布说成立了的。那十二嗯月三号就这个朱雀3号就实施了这次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发射啊。嗯我觉得首先能够今天发射，商业航天司肯定起作用了啊。嗯，然后是的，这个另一个是朱雀3也没有给商业航天司丢脸，商业航天嗯司使了力量，然后朱雀3也给他挣足了面子，嗯，基本是是的，这意思。是的，对，所以在这个里面，除了技术、商业之外的话，还有政治。嗯，对对，大家可以看，这一块儿现在这张落区的这个画面啊，我看着是特别嗯熟悉，就是这种额济纳旗里面的那种戈壁滩，嗯，就是额济纳旗里面的戈壁滩，黑水城啊什么的，应该离着都不远。是。好，那么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等一等，比如说它有更详细的数据、更多的视频发出来。我相信呢，这一次发射成功了以后，国内整个儿的这个宣传口儿应该会开足马力的来一波儿。这肯定是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嗯说，现在啊，你看现在网上因为刚发射成功，网上基调还没出来，等到有这些专业的航天人士给这个媒体解释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你看着这个整个这次发射的这个评论啊，就中国国内的嗯网上肯定就会有反转。我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是我今天说的这个观点了。因为他们嗯，肯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真的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是一次是，很好的宣传机会。所以我可以知道，就是说过一段时间，现在因为那帮搞媒体的他又不懂航天，他不知道这个的意义有多大，我知道，嗯我是知道的。另一方面，其他的那些公司，其他的那些航天企业，我说的这个不只是民营的，包括国营的，比如嗯长征12A、长征12甲。那肯定嗯，也得卯足了劲，我们准备怎么样，怎么样的，肯定也要是，大肆宣传，而且会加快自己的进度。像双曲线3号、星际荣耀的，像天兵科技的这个天龙3号，像嗯那个航天8院上海航天8院的长征12甲，那这些都要抓紧了，真的是都要抓紧了。是不是能够是，这个市场不能够让蓝箭一个人全给吃了。嗯。所以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我们这个行业里头，比如说
谁谁谁发了一个大模型，好厉害，然后其他所有人说咱们就基本上1个月之内、2个月之内，然后噼里啪啦就跟下饺子似的，新版本就全上来了，对吧？这个对，肯定是这意思，也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道理的，这是完全一个道理的。这是，是，而且我相信没问题。国内传出的声音呢，肯定不会是像你今天说的这样，一定会是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对，肯定说的没我这么收敛。我对，说的是客观的，我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谈，就是说我是，是搞技术的，咱们不吹不黑，对吧？对，不吹不黑，关键这个就是我客观的告诉你，这次它的成功的意义显然是，我的个人的感觉，技术难度上实际上是要比新格伦火箭高的。新格伦火嗯箭的这个要高的，那它所取得的成就应该比新格伦首飞、新格伦火箭的首飞要高。嗯，新格伦是第2飞的时候成功落在船上的。对，对，嗯所以就等于是咱们现在蓝箭取得的成就，应该是介于新格伦火箭的首飞到2飞之间。当然，有人说新格伦火箭人家运载能力大呀什么的，那是另外的问题，嗯，那个不是，是质的问题。我现在讲嗯的就是蓝箭的这次发射是一些质的提升，不是量的提嗯升。是。但是像现在这一块儿，是不是做实验蓝箭就已经算是做的比较快的了？其他的像什么长征12啊，或者是另外什么天兵这些，是不是做的实验还没有它充分呢？差不太多。这都差不太个多。是这样的，那个长征12号运载火箭，它是进行了也成功的进行了10公里级的蚂蚱跳，它还进嗯行了70公里级的蚂蚱跳，但它是70公里级的蚂蚱跳没有成功，10公里级的嗯成功了。然后像天兵的那个天龙3啊什么的，应该也都是处于做10公里级蚂蚱跳左右的这个阶段。它比是处于这个水平，所以蓝箭的话，在此前走的可能算第2吧，就是嗯长征12甲算第1的话，蓝箭可能算第2，因为嗯12甲虽然10公里成功了，然后70公里失败了，但是你只要做了70公里，你只要做了这实验，你就能获得数据。所以我嗯搞航天这些的，从来你只要不放弃，我不走了，我不干了，你只要不放弃。每一次失败，你都会增长很多经验。嗯，是，非常棒。那么我们下面要看的一个是国内的更多数据放出来，然后下一个该放的应该是长征12了。长征12甲，长征12甲，长征12甲了。嗯对，长征12和长征12甲还不一样，用的发动机嗯，什么的都不一样。咱们可以以好吧。后会员频道里来讲一讲。实际上，在我看来，这那个长征12和长征12甲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系列的火箭，但是由于它是不是中国的避讳特殊的13啊？关系，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啊，会员频道讲，好吧？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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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个个有些这个不方便在这里讲的。对，不方便，非常不方便讲。嗯，是。好，那么还有什么样儿的信息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我们看看大家还问了一些什么样儿的问题？我看到他这儿有一个观众在这儿问，为什么一定要翻转选高难度什么的？你听我前面的去解说去，好吧？这是由是。发射场和着陆点的位置决定的。嗯，你听，对，把这个过这个我们的600-700公里直播就该全到这个听一遍。人口稠密区了，你必须得回去。对，是，还有人是由问说，这个美国为什么没有商业航天司这种东西呢？美国有 NASA 就够了。美国嗯，有 NASA 就够了，它全是商业航天。你可以理解它全是商业航天，因为即使是国家下来的项目，NASA 也是直接包给什么波音呢、诺斯罗普格鲁曼啊、洛克希德马丁啊这样的公司，是对，吧？也都是它不像私有公司，咱们似的所以是航天科工。航天科技，航天科技，对，我那天才发现航天科技他妈就在我们家旁边儿。你们家旁边的，你们家在哪儿啊？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就在五棵松4环桥北边儿的，应该靠哦，那是西侧吧，航天有一个巨大总公司，的门楼。那是航天总公司，那是航天总公对，司，那只是总有一公司。个巨大的牌子上的写的航天科技。对，那是总公司的，公司嗯，总部
在那儿。但是对，所以咱我们这们这个儿等于就是有一个大的这个裁判员当运动员的，所以必须要单另整一个商业航天司，才能够让这个水端的稍微平一点点，嗯，对，就是啊，是吧？就是啊，对，对，这个是这个意思。美国是 NASA 下面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欧洲是航天局，是不是也是类似于 NASA 这样的运作方式？那当然了，是那当然了。就是他们这个的这个有人欧航局啊什么的这些的都不会直接下面有企业的，都是是没有企业的。嗯。有人认为，星舰全部试飞收集到的数据，在一次迭代以后就全部白做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这个我我没看懂，没明白他现在这么问的这个问题就比较怪啊，小西西。我也没看懂。什么叫对，收集到的数据一次就全白做了？我这个问题奇怪了太不啊！清晰了，太不清晰是，了。对就是星舰每一次试飞，它搜集的数据都是非常宝贵的，对吧？即使说下一次我换了新的超重，换了新的星舰，以前收回来的所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具有这个非常宝贵价值的。对啊，就是流体力学有因次分析啊，你可以就是嗯说，虽然你的可能有些不太一样，但是你的通过因次分析还是可以把它转换过去的，等于有一个转换嗯公式，相当于你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进行转换的，而且转换后的结果和真实的情况的符合度是非常高的。嗯。有人说1到6飞都成功了，7飞以后换了 V2就是爆炸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看1、2、3、4、5、6，这个里面是有很复杂的细节原因的。而且你要看它是什么部位，你比如飞对，行控制，这是一部分，飞控嗯是一部分，发动机这是另一部分，发动机，然后燃料供给系统。那你的如嗯果燃料供给系统换了，这可能你前面的有一部分数据是没用的，但还有一部分也是有用的。所以这个基础多了，就跟你说1+1等于2没，你知道1+1等于2这个没用吗？它永远有用，嗯，是吧？对，这个时候是的，到哪儿你都有用。你即使嗯学了高等数学，学了黎曼几何1+1等于2，它还是有用的，嗯就是这么回事儿。是。那么近期的航天大事件的话，咱们也稍微往后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机会有可能再跑起来直播？一个是星舰下一次发射肯定是明年了，是吧？这个今对，年剩下几天应该不会了。星舰的下一然后次发射肯定是明年了。对，明年了，嗯，然后这个今年是不是还会有这个神舟20号的这个无人返回？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神舟2号哦，的无人返回，而且说句实话，老范啊，我嗯不觉得说是现在返回神舟20号是个好时机，因为这有几点。嗯第一点，已经说了，现在的公布出来的消息说是神舟22号飞船带着修窗工具上的太空。如果要嗯，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要对这个神先舟修一修。二十号飞船的舷窗进行一些维修？尽管嗯即便维修之后，神舟20号飞船也是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的，但是嗯我通过飞船内的传感器，我可以对维修效果产生一个评估。嗯，这个经验也是非对，常重要的。以后我们再碰上类似问题，假如经过维修没问题，那么以后飞船再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修了以后可以让人安全返回。你不觉得这个嗯，经验很重要吗？所以的话，是是是，首先在没有完成这个舷窗维修之前，它不可能返回。另外，即便完成了这个舷窗维修，只要没有到神舟23号飞船需要发射到天宫号空间站上，需要空出这个对接接口，因为我说了，嗯天宫号空间站上只有2个载人的对接接口，那只要是这个对接接口没有到急需的时候，让神舟20号飞船停留在上面是有益的，是非常有嗯益的，所以神舟20号飞船不会急于返回。嗯。
那下一个再发射的话，应该又是小半年了，23号。正常情况应该是在2026年的4月份，但是现在有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原来神舟22号飞船应该是在2026年的4月份、3、4月份发射的，对吧？嗯那现在神舟22号飞船就是原来是预定2026年的3、4月份发射神舟22号飞船。作为打一备一，也就是在发射的时候，神舟22号飞船和神舟23号飞船都是准备好的，都是准备好的。神舟23号飞嗯船是备份，对吧？按照我们现嗯在的媒体的宣传是1:1热备份。那么宇航员上去，这是原来的状态。现在神舟嗯，22号飞船因为神舟20号飞船的突然出现的问题，然后提前到今已经年上去了。发射了。那么嗯，我在明年再打神舟23号飞船的时候，是不是还要1:1备份一个神舟24号飞船在这儿？理论上说应该会吧，不是叫理论啊，就是你要维持1:1热备份，这个这肯定是还要就有的。是按照要求上来讲，你是不是就应该是有一个这个飞船在这儿啊？嗯，我估计那就再等着他们慢慢安排吧。对对，所以整个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这次事故影响的是整个神舟系列飞船后续的生产全要提前，嗯这个影响嗯面是相当大的。就嗯这是工厂生产进度的调整，生产线的嗯，调整。看吧，嗯。是。好，那么我们差不多到这里。我看还有人在问说，朱雀回收场离发射点300公里，也还是需要做这个翻跟头的吗？是啊，这个不翻跟头得600公里是吧？是这意思吧？不翻跟头不是叫600公里，那得具体算了，那得具嗯，体去是，计算。这个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现在没有意义，离这个还是要根据轨道来计算的。你问这些是是，没有意义，真的是没有意义。他现在空中做这个翻转，我觉得没什么，挺好的。这就和对，09一样嘛。而且这儿按道理来说，我倒希望它直接飞到发射点附近。你像星舰也是直接飞到发射点附近，嗯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呢？飞到发射点附近，我发射点附近就有火箭总装场。如果我想快嗯，速复用，然后发射的话，就是你落下来，我拿到总装厂里检修一下，然后再搭上2级，我马上再拖出来发射。你要是落到是几百公里以外，我还得把它用车给运回去，那也是麻烦。拖回来，它能飞回来挺好。是是。好，那差不多到这里，嗯，行，对吧？这那个我们有就我也更进一步、更详细的信息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有些不对。太适合跟大家说的，我们就会员频道了。对，就差不离是这样，因为今天这嗯，是一个紧急做的直播，实际上就是因是，为今天刚刚12点刚刚发射，然后到嗯，12点半吧，刚刚出一个成果，所以我就拉着老范说一个紧急的赶快，直播，咱们是就把这事儿来聊一下，也是想让大家知是是是，道这次发射大概它的意义有多大，主要是这个意嗯，思。所以如果后是面有更好的这个相应的视频出来，我们能有更多分析的时候，我们可能再和老范一起再做一个更详细的直播。今天等于只是是。向大家应急通报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再见。拜拜。